大家好，我会长，欢迎来到会长妄言。年年端午一样过，过节的意义好像除了给吃喝玩乐更多充足的理由，没有什么特别。而今天会长要来聊一聊你从没有认真了解过的端午节冷知识。在介绍的内容中，如果你知道2个以上，那么算会长输了，你可以获得给本视频点1个赞的奖励。如果你连2个都不知道，请给视频点赞并留言或弹幕，会长辛苦。我也想感受一下满屏的彩虹屁，好像忘记了，我的3大屏保总粉丝加起来总人数没有超过300人。其实我说了谎，实际上是174人的现状。快，加在频道标志部分，会长不想看到这个让人不开心的现状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端午节的冷知识。第一条，屈原姓屈吗？屈原听起来姓屈名媛，但是根据司马迁在《屈原列传》中记载，屈原名平，祖之同姓者也。楚国的国姓就是芈，不知道屈原姓芈的宣太后会不会更有感慨？朕有喜了。屈原回复：我是随爹姓的，好吧。那为什么我们称呼为屈原而不是芈原？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，芈是他的姓，氏为屈，名平，字源。屈字并不是他的姓，而是氏。可能有人不太了解姓氏之分，姓是族号，氏是姓的分支，这个和我之前说的印度种姓制度的次种姓是一样的道理。而名平字源在屈原离骚中有自述，有黄览窥于初度兮，名于曰正则兮，字于曰宁君。意思就是说，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，给我起了一个好名字，名字叫做平，字名叫做元，所以宣太后我真的是随爹姓的。当然宣太后可能还不知道，西楚霸王项羽他也姓芈。魔鬼吗？刚刚是什么声音？谁能告诉我？说完屈原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是因为纪念屈原而诞生的吗？我们都知道屈原投江自杀，为什么自杀？为什么自杀？原因是屈原反对秦襄王与秦国交好，导致2度被冷放。到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破楚国国都郢都时，因不能回朝效力而十分悲痛，作怀杀一首，怀抱一时，投入汨罗江。后世称其为以身殉国第1位伟大的爱国诗人。而他投江的那天正好是5月初5，因此端午节被世人传颂为纪念屈原而诞生。而根据闻一多的考证，在屈原投江之前，5月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。因为这个习俗可能是起源于吴越族。另外，从历史记录的时间上而言，早在战国时期的春秋时期，吴国大夫伍子胥多次劝谏当时的吴王夫差，连其抗越不成，被天行宰相伯否谗言的吴王夫差赐死。蜀篓之剑自刎之后，被沉于钱塘江。而东汉曹娥碑上也记载着当地乡民5月纪念伍子胥的活动。汉安2年5月，时引武军立陶而上，渭水所淹。这里的武军指的就是伍子胥。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民间追认为朝神，不是这个朝，是这个朝字，不是这个朝义。而这个曹娥的部分又需要会长介绍3分。曹娥其父曹虚是一名巫师，上段文字记录的是东汉汉安2年的端午，其父曹虚驾船在顺江中迎朝神伍子胥，被江水所淹，不得其尸。当时年仅14岁的曹娥随父投江而死。3日之后，曹娥师抱父尸浮出水面。端午节纪念屈原之说之外，还有纪念伍子胥和孝女曹娥的2种说法，听上去都不甚愉快。而且除了以上的纪念关联，实际上端午节最初是和避温保健有关。避温保健不是大保健。古人将5视作不吉利的数字，5月是毒月，5日是恶日。端午一词由端午而来，指的就是农历初5。在这个时间进入夏天，疾病和害虫出没，便有了悬天中五瑞，以辟邪驱瘟和逢凶化吉。天中五瑞指的是菖蒲、艾草、石榴花、大葱加上龙船花。有些人总是傻傻分不清楚端午艾草与清明插柳，端午粽子与中秋月饼。对，就是你。请记住，这是3个不同的节日。其实我小时候也一直分不清门上插的到底是什么。而除了悬香草驱虫，还有吃粽子其镰刀形状铲除灾害，吃咸鸭蛋避五毒，喝雄黄酒等传统。古人不仅将雄黄酒当作解毒剂和杀虫药，还期望能够避除消灾，所以有了误饮雄黄酒的白娘子在端午节吓死许仙。为什么不纪念许仙？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死既非大义也不感人。废话，之后不是被救活了吗？
而科学证明，雄黄含有较强的致癌物质硫磺砷，即使小剂量服用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特别在加热之后具有硫磺一般的腐蚀作用。因此，会长第 N 条冷知识：过节喝雄黄千万别贪杯，更不能加热。中国人过什么节都喜欢随口加上一句快乐。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纪念之说，我想你也知道为什么不能说端午节快乐。这条姑且就算第6条吧，别问为什么，我乐意。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小国家，而且在2008年之前是不放假的。你可能会认为端午节不重要，但是端午节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传统节日，是华人4大节日之一。华人4大节是什么？你可别说五一劳动节、11国庆节，我就知道你就是只会使用节日长度来衡量轻重的俗人。华人4大节指的是春节、清明、中秋、端午，而在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习俗。2005年，韩国成功将端午祭申遗成功，很多国人对此愤愤不平啊！你别着急，实际上韩国人申请的是由舞蹈、祭祀、艺术展组成的端午祭，虽然来源于中国，但是发展了几百年，已经变成了当地的另一个节日。所以韩国申遗和中国申遗申请的其实不是一个东西。之后，端午节在2009年9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代表名录。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，确确实实是首个中国非遗节日。如果下次你在跟外国人介绍中国民俗佳节的时候，别忘了使劲夸端午。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，把会长的影片发给他。最后一条，端午节是名称最多的节日，因为不同的习俗，端午节有北洋传武春午节、天中夏节、五月节、长节普节、龙舟节、越南五日女儿节、丁纳诗人武旦节、灯节、龙日、屈原日。别的会长就不介绍了。其中女儿节指的是5月端午这天，女孩子要系五彩丝、戴艾草和五毒宁服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而且嫁出去的女孩也要回娘家看望家人，所以和会长一样的，请一定要带好礼品陪夫人回家。为此，我不得不提前撰稿上传本片。说了这么多，会长也饿了，是不是可以吃粽子了？而1年1度的咸甜粽子大战又要开始了，请问你支持哪一方？请将你的内容打在评论区。如果你两边呛起来，你说我会帮哪边？想太多好吧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呛得更厉害好吧，只有这样我的内容才能火。知道有些内容为啥火吗？除了要有话题点，还要有争议点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只是一个拼盘174的视频主，怎么可能会呛起来？那你还不关注、点赞、投币？特别是那些连2个内容都不知道的人。最后，会长在此祝大家端午安康。喜欢会长的节目，请记得关注会长、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会长妄言，不忘会长。有点太夸张，要不要这么浮夸？